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在单位实习满6个月，即将转正，去外地谈完合同回来，却得知被辞退。我去理论，上司对我不屑一顾。一个来实习的大学生，我想吵就吵了。我冷笑，他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我爸开的，我来只是体验生活的。他想开我，倒要看看有没有那个能耐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谈完合同刚回来， HR 就给我发了消息：沈瑶，你被辞退了，赶紧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走人。我一头雾水，我勤勤恳恳地在公司实习了6个月，眼看马上试用期就要结束转正了， HR 居然把我给辞了。第一，我没犯错；第二，我也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凭什么说辞就辞？到上司的办公室时，陈胜明靠在椅子上悠然自得地喝茶，看到我时，他懒懒地抬眸：来了，刚好你把自愿离职申请书签了，签完就能走人了。他身边还站着我工位旁的同桌江雪。江雪向我挑了挑眉：瑶瑶，要我说你一个实习生就不该那么张扬，人呐，还是要看清自己的位置比较好。你刚出社会，什么都不懂，这是姐教给你的第一课。有时候脑子傻一点也挺好的，你太精明，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发展，早签早完事，不然闹僵了，连份实习证明都捞不到。听他这么说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都这么久了，他还在记着那件事呢。我在公司实习的第1个月就把所有业务都摸透了。领导来视察时夸我进步快，还对我的工作当众表扬。当时江雪却因为她自己的疏忽，导致整个小组被批判，我们高下立见。江雪觉得是我让她丢了脸，因此从那时就记恨上了我。平时隔3差5就来找茬，平时小打小闹也就算了，没想到他居然乘人之危，在我不在公司的时候，跟着陈胜明联手要把我赶出去。江雪将离职协议递到我面前，又拿实习证明威胁我，仿佛认定了我肯定会签，快点签了，对大家都好。他们2个，一个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个是只想白嫖廉价劳动力。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要打错了，欺软怕硬这一套对老娘没用。我一把把陈胜明的茶几给掀了，反手又把茶泼到江雪的脸上：签你个大头鬼！他们还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我爸的，我来实习只是体验生活。好，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离职协议书我当然是不会签的，想让我服软，门都没有。光脚不怕穿鞋的，既然都得罪了他俩，不如就再疯一点。爱坐椅子是吧？我一脚把椅子踢翻，陈胜明猝不及防地摔了个狗吃屎。爱打小报告是吧？我一巴掌呼在江雪的脸上，她雪白的脸上立刻显露了5根红彤彤的手指印。我把离职协议撕得粉碎，又将废纸狠狠地砸在他们俩的脸上。辞退协议书他们是不敢给我的，这在法律上是违法行为，所以就拿实习证明逼迫我签自愿离职协议。没想到来公司一趟还能发现这2个蛀虫，碰上我算你们倒霉，偏偏惹上了最不该惹的人。想到这里，我不解恨的又把陈胜明桌子上的文件撕了2份，椅子踢倒了3把。发疯完毕，我甩甩头发，转身潇洒地离开办公室。回到工位上后，发现我的位置上堆满了杂物，桌子上大多数都是江雪的物品，椅子上和地上有不少零食碎屑和瓜子皮。我冷笑，他倒是怪会找地方扔垃圾。我瞥了眼准备看我笑话的同事，又看了看自己乱成一团的工位，
我也不恼，转头去了保洁处。在同事诧异的目光中，我提着垃圾筐过来，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了江雪的位置上。江雪捂着脸，刚从办公室出来，看到自己被垃圾盖住的工位，又气不打一处来。沈瑶，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有病？我捏住他想过来打我的手，冷笑道：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我教吗？常识都不懂，要不要回炉重造，重新学习一下呀？记住了，乱扔垃圾是你没素质，这是姐教你的第一课。你刚才嘲讽我的话，我悉数奉还。我把他的东西全都扔在了地上，从包里拿出酒精喷雾和湿纸巾，对着自己的座位擦了好几遍。没错，我的嫌弃就是要表现得赤裸裸的。你想恶心我？谢谢，先把你自己工位上的鼻涕纸弄干净再说吧。想逼我走，我就是那个睚眦必报的硬茬。想逼我服软，先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我不签合同，他们也没有理由辞退我。我们就这样熬着，一直到了发工资那天，双方的火力全面爆发。到了发工资那天，工友的钱都能提现了，我的工资却还没发。我对着银行账户刷新了好几遍，依旧没有任何消息。江雪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后，提起包包：发工资喽，今天晚上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办公室里一阵欢呼，都在夸江雪大气。临走前，江雪还阴阳怪气我：今晚我们要去吃海鲜自助。海鲜哎，你没吃过吧？也是，连工资都没有的人，有什么钱去吃这么上档次的自助？他是不是有病？吃个自助有什么好显摆的？我不理解，但大受震撼。但是从他的话中，我嗅出了一丝端倪。他是怎么知道我没发工资的？我瞪了他一眼，随手拿起了身边的水杯。江雪以为我又要泼他，悻悻地闭了嘴，赶紧开溜。江雪再怎么耀武扬威，也只是个员工。能操控工资的只能是陈胜明。看着办公室还亮着的灯，我二话不说起身走了进去。我开门见山，我在这里工作了6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发工资？陈胜明是个妥妥的商人，圆滑世故的话他张口就来。小沈啊，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但是你毕竟还没转正，实习期是没有工资的，你还是太年轻气盛了些，不知道职场的弯弯绕绕，很多大企业都是这样规定的。我安安静静地看着他演，是吗？陈胜明以为我被糊弄到了，连忙点头。自然，我们也不是说欺负你一个新人，只是公司不养闲人，比你优秀的员工多的是，给他们的工资当然也会比你多。小沈啊，再努力，也收性子，以后你的路还长着呢。他这是打定主意不给我工资了。他笑我也笑，是你天真还是我天真？还真以为没人能奈你何了？兵器谱上那么多兵器你不练，非要练剑。我拿出手机反手拨打12333，你的那些说辞就跟劳动保障局说去吧，等劳动保障局来了，丢人事小。要是因为这件事损害到公司的名誉，到时候上面怪罪下来，我看你还坐不坐得住。陈胜明瞥到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吓得赶紧从椅子上站起。你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咱们有话好好说。我勾了勾唇，主打一个不听劝，说不了，说不通。我只知道我的工资没发，我太年轻，不知道职场规则。我打电话问一问，主管你光明磊落，别怕哈。随着嘟嘟的电话声响起，陈胜明咬了咬牙，终于妥协。别打了，不就几千块钱吗？给你就是了。我装作惊讶的样子反问，原来我是有工资的呀？
那之前是主管工作疏忽，才没给我结算的吗？都是职场老人了，陈主管的业务能力也太差了吧！下次可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主管，我年轻气盛，说话没什么分寸，你不会生气吧？面对我接二连三的阴阳怪气，陈胜明只能忍着怒气，只求我别把事情闹大。他现在脸上的表情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陈胜明当着我的面转了账，我出门时，他咬牙切齿地说：“小心走路，可别跌着了。”咒我的脚步一顿，回头灿烂一笑：“放心，我行得正，坐得直。有的人与其将心思花在别人的身上，不如先审视审视自己。”我利落地关上门，要多洒脱就有多洒脱。主管，你可不要对号入座。走了。我走出办公室老远后，还能听到里面砸东西的声音，这就破防了，没意思。回到工位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时，同事小宁好心提醒我：“瑶瑶，以后相处的时间还多着呢，别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他压低了声音继续说：“上一个说要整顿职场的大学生，也是像你这样硬刚，最后被辞退了不说，还被拉进了行业黑名单，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呢。瑶瑶，先忍忍，别到时候被弄得走投无路就完了。”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大家面对陈胜明的剥削敢怒不敢言了。他真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卑劣，都是第一次当人，凭什么要我忍？蛀虫不除，难解我的心头之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呵呵，到底谁先走投无路还不一定呢。我爸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公司习不习惯，要不要直接调到总部。我婉拒了，只有深入到底层，才能发现公司到底运行的怎么样。以往总部开会，下面递过来的都是漂漂亮亮的总结报告，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根本不会知道居然还有人独裁专断、假公济私。现在中等层次的分部公司就已经有滥用职权的事情出现，我不敢想在下面的分部会有多少这样的蛀虫。我可不愿意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更重要的是，陈胜明滥用职权这么久了，上面的人居然还被蒙在鼓里，可见是身后有底牌。我倒想看看究竟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底气。小宁说的果然没错，陈胜明果然不会善罢甘休，为了逼我主动离职，把脏活累活都交给我干。江雪更是猖狂，欺负我是个实习生，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我。到了饭点，刚准备和小宁一起去吃饭，桌子上忽然被江雪砸过来厚厚的一摞文件。小沈啊，我看你闲着没事，下午把这些也弄了吧。我翻了个白眼，把文件又推到他自己的工位上。有病，也不管江雪脸上的表情。我拉着小宁就去了员工餐厅，等回来的时候，江雪又把文件推到了我的桌子上，自己却不见了身影。工资都不想发给我，还想让我多干活，做什么春秋大梦呢？又不是我的工作，我凭什么要当吃力不讨好的冤大头？不干。江雪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这一下午都没见她回过工位，下班打卡时也不见人。小宁问我工作做完没，我起身伸了个懒腰，笑着回应：当然。小宁夸我效率高，我只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完成就好了，这有什么难的？到家洗完澡回来后，发现手机上有很多个未接电话，全是公司打过来的。再登录微信去看，工作号上也都是陈胜明发来让我加班的消息。就算是驴也有休息的时间吧，更何况我是个鲜活的人，下班后就是我自己独处的时间，想让我加班门都没有。
我把有工作号的手机关机，拿出另外一部手机，敷着面膜追着剧，在惬意的时光中美美的度过一晚。谁知第二天，我前脚刚踏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坐下呢，陈胜明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同事们同情地看着我，已经笃定了我一定会吃瘪，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会求着他别把我开除的样子。我笑了，到底谁吃瘪，谁求谁还不一定呢。才进门，这老壁灯对着我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整个办公室就只有你自己的工作没弄完，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一个人，把整个小组的进度都拖了，这责任你担当得起吗？还有昨晚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还有没有把我这个主管放在眼里了？他生气地把文件全甩了过来，现在就去做，中午前我要看到全部做完。我瞥了眼地上的文件，这明明都是江雪的工作，她的烂摊子为什么要让我收拾？我吐了口气，懒懒地回应：说完了吗？说完我出去了。我不咸不淡的样子让本就在气头上的陈胜明更加怒火中烧。回来，这就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我哦了一声，接着回答：不然呢？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我凭什么要当冤大头？谁的任务谁完成，反正我不做。要是不行，你报警吧。见我不吃硬的那套，他又着急赶进度，只能软下声音，好声好气地说：有时候太斤斤计较不好，我知道你心里不愿意，但吃亏是福，这样才能走得长远。什么狗屁歪理，还妄图给我洗脑？我起身站起，直接反对：那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你那么爱吃亏，这工作给你做，岂不是皆大欢喜？快闭嘴吧！你就算磨破嘴皮，我也不做。谁的任务找谁去。我表明立场，不等他再开口，就直接出了办公室。我是来打工的，又不是搞慈善的，逮着我这一个人薅羊毛，未免也太过分了。回到工位时，昨天一下午不见人影的江雪正在自己的位置上炫耀着自己新做的美甲。呵，我说他昨天怎么早退了？原来是臭美去了。你就笑吧，等你看到陈胜明拉的老长的臭脸，到时候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江雪享受着众人的追星捧月，炫耀的意思不要太明显。好看吧？我这美甲可是做了6个小时才贴出来的效果，当然好看了。别碰，这美甲我花了好几百块做的，弄坏了你赔得起吗？江雪故意把自己的美甲往我的眼前凑，我没心思搭理她。见我不像其他人一样对她阿谀奉承，江雪又开始阴阳怪气。不过碰坏了也没关系，我有的是钱，再做一款就是了。就是某人啊，恐怕到现在还在伸手问父母要生活费呢。这么贵的美甲肯定是做不起的，估计也只有羡慕别人的份了。他直勾勾地盯着我说话，再加上我的身份是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他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是软包子，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我笑了，你自己肤浅，不代表所有人都肤浅，好不好？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金融，14岁时就已经开了属于自己的店，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别说几百块钱的美甲了，就是几万块买一个美甲钻，我都不带心疼一下的。顺便说一下，他的审美真的不咋地。我呛了他一声，把我今天要整理的文件全推到了他的工位上。既然有空说闲话，那就把我的这份工作也做了吧，反正你有的是时间。江雪一听来了气，凭什么？这又不是我的工作，你自己的任务你自己干。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的火，又被他莫名其妙的嘲讽，我再也忍不住，直接拍案而起。原来你也知道啊，我还以为你的脑子有泡。
听不懂人话呢？那你的任务为什么自己不做？现在整个小组的进度都被你耽搁了，这责任你负得起吗？江雪听到我没帮她做任务，气坏了。昨天的文件你没做呀？我语气轻松地点点头。对呀，你知不知道这些文件关乎着我们小组的年终考核呀？要是我的奖金没了，我绝不会放过你。我摊开手耸耸肩，随便喽，反正你们不给我转正，这些也和我没关系。本来在凤城他的同事，一听到自己有可能会因为昨天江雪偷懒没整理的文件而影响到年终奖，也慌了。小雪姐，文件你到底弄没弄啊？这可牵扯到我们整个办公室人的利益呢。就是，你自己不在乎，我们在乎啊！你怎么能不管我们？你也太自私了！为了一个破美甲，把整个办公室人辛辛苦苦一年的成果都磨灭了。江雪，你是不是有病？办公室里的风向一下子就变了，几乎所有人都在指责江雪。他们昨天看到江雪欺负我时，可不是这样的。他们有漠视，有同情，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看吧，鞭子只有打在自己的身上才会知道疼，而对待江雪这种人就不能讲道理。我就是要硬碰硬。同事七嘴八舌地埋怨着江雪的同时，办公室里又传来了陈胜明的暴喝：江雪，滚过来看看你做的好事！现在江雪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瞪了我一眼后，灰溜溜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传来噼里啪啦的争吵声和指责声，我在工位上龇着牙嘎嘎乐，狗咬狗的场面还真是精彩呢。因为江雪的疏忽，导致他自己的年终总结奖泡了汤，不过到最后却落了个优秀员工奖，我真是笑了。不说别的，就单单我在这里实习的半年里，我就没看到江雪什么时候能安安生生地坐下来工作过。在工位上，她没事就刷刷睫毛，照照镜子，一天能去卫生间10几趟，迟到早退也是一样不落。刚才小宁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我的衣服上，我去卫生间换好衣服准备出来时，门外传来哗啦啦的水声，接着安静的卫生间里传来一男一女调笑的声音。我顺着厕所门的侧缝看到外面两人搂抱在一起。江雪半推半就地开口：明哥，别闹，万一有人呢？陈胜明将他推到洗手台上，上下其手。这个时间点他们都在忙，不会有人过来的。小雪，你身上好香，我好想你。明哥，人家也想你。接着便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我捂着耳朵不去看不去听，直到再次响起水声和两人离去的脚步声后，我才出了门。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江雪一而再地触犯公司规定，却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了。好家伙，你俩是真的饿了。公司里没有不允许办公室职工恋爱的规定，对他们的自由恋爱我不会说什么，但是要是牵扯到权色交易，那问题可就大了。我看了眼手机上刚录下的语音，心中有了分寸。自作孽不可活，陈胜明，你的位置也该做到头了。他俩最近如胶似漆，开会时两人也常常心不在焉的眉来眼去。我去办公室送文件时，恰好看到江雪坐在陈胜明的腿上，卿卿我我的样子。他撒着娇，在求陈胜明快点把我弄走。明哥，那个实习生真是太讨厌了，能不能找个理由把他弄走啊？明哥，人家这几天被他气得胸口疼，不信你摸摸。江雪拿着陈胜明的手往自己的胸口摸，丝毫不觉得羞耻。我咳嗽了一声，江雪赶紧从陈胜明的身上下来，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出了办公室。临走前，他还向我挑眉示威，用口型小声警告我：“沈瑶，你完了。”我掏了掏耳朵，不屑地抬眸：“哦，我不恼不怒。”江雪看我面不改色，甚至还对他不屑一顾，踩着高跟鞋赌气出了办公室。我把文件放到陈胜明的桌子上后，他叫住了我：“小沈，明天的酒局就交给你了，务必要把王总的合同拿下。”得，又给我派一些吃力不讨好的活了。谁不知道王总是出了名的难缠？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不行，一把年纪了，总喜欢骚扰小姑娘。我知道陈胜明是故意找茬的。陈胜明为了让我接下这个工作，还特意开了个短会，宣告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下呀，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我想拒绝也来不及了。小宁担心我吃亏，劝我赶紧服软，还说王总也不是个善茬，不让我接下这个烫手山芋。不过我也不怕他，既然他想让我去，那我肯定是要打个漂漂亮亮的翻身仗的。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我。我在工位上安安静静地查阅着王总的资料和相关信息，也不管身边的闲言碎语。陈胜明没想到我还真把这个合同给拿下来了。我不仅拿下来了，还多给公司争取了0.7%的利润点。当我拿着这份合同回公司述职时，陈胜明看我眼神带着玩味，没想到你看起来嫉恶如仇的样子，私底下玩得挺花呀。我造黄谣真是张口就来。我把合同甩在他的脸上，把嘴放干净点。陈胜明还以为是我恼羞成怒了，不怀好意的起身往我的身上凑。别装了，你要是没点床上功夫，王总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地跟你一个实习生签合同？你之前装的那么冰清玉洁的样子，不会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力吧？很好，你的目的达到了。我承认你确实很特别，他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讲什么飞机？穿上西装还真当自己是个霸总了。别恶心我，这么油腻的话让我的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陈胜明没看出我眼中的嫌恶，还要往我的身上贴，伸出手就要摸我的腿。我直接前进一步，冲着他的裆部狠狠地踹了下去。管好自己的下半身，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你自己没本事签下合同，不代表别人也没本事。陈胜明被我踹得嗷嗷直叫，活该。从办公室里出来后，办公室的同事在激烈的讨论八卦，江雪的身边也围了一大群人。路过他们时，我听了一耳朵，听说老板的女儿隐姓埋名在咱们公司工作呢，这可不得表现好点吗？好像已经在公司好久了，听说是来体验生活的，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好好干，说不定能在他面前留下个好印象，获得升职加薪了。我自认为隐藏得很好，我的那些名牌首饰、包包可是一次都没带进办公室过，主打一个低调。我肯定是不会露馅的，谁把我来公司体验生活的事泄露风声了？还在想怎么向大家交代身份呢？小宁就把我拉到了一边，小声嘀咕：“瑶瑶，你前些日子得罪了江雪，最近就别跟她对着干了吧。毕竟人家是咱们公司老板的千金，她要是想找你的茬，你估计会被拉进行业黑名单的。”谁是这家公司的千金？江雪，她是我爸的女儿。那我是谁？怪不得大家对江雪更加殷勤了呢。原来是想在她面前刷存在感，上赶着巴结呢。小雪姐，你真的是老总的女儿吗？没想到你藏得这么好，我们一直都没发现。怪不得小雪姐几百块钱的美甲说做就做，请客吃饭也毫不肉疼。
原来是根本没把这些小钱放在眼里。小雪姐，咱们都相处这么久了，有机会能不能帮我在你老爸面前美言几句啊？江雪吹牛说，等他回到总部了，要把办公室对他好的同事全部升职加薪。我笑了，他也是真敢说。看来大家只知道集团千金来公司的消息，却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而江雪钻空子鸠占鹊巢，让大家误以为她就是我爸的女儿。我到工位上时，江雪趾高气扬地指着我的鼻子：“沈瑶，给我倒茶。”我白了他一眼：“你自己没长手吗？忙着呢，想喝自己去。”话音刚落，办公室里的氛围出奇的诡异，四周立刻鸦雀无声，都被我对江雪的样子震惊了。江雪今天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大家追捧着她，都快要把她的臭脚捧上天了。江雪现在在我的面前吃了瘪，她涨红了脸，踩着高跟鞋过来就要打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不想跟他多费口舌，懒懒地回答：“管你是谁，哪个下水道没关好给你放出来了？嘴巴这么臭，要不要去看看牙医呀？把你的杯子拿开，我要工作了。”江雪被我对得恼羞成怒，走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正在运行的电脑给关了，所有的文件全没保存。我的火气一下子就蹿了上来，再也忍不了。我狠狠地抓住江雪的手腕：“你是不是有病？喜欢关电脑是吧？好，我让你关。”我反手把他的电脑也给关了。你不想让我好过，那大家都别活。江雪看着自己的文件也丢失了，跳起脚来准备扯我的头发。沈瑶，我跟你没完！还没等他另一只手伸向我，我拽住他的手腕就把他推倒在了地上。江雪摔了个狗吃屎，精致的头发也被我推乱了。别犯贱！我沈瑶天生脾气暴，不好惹，再惹我可不仅仅是推一下就能了事的。我嫌弃地抽出湿纸巾擦着刚才江雪碰过我的地方，她身上的劣质香水味真的很难闻。刚才靠近我时，连带着我的身上都沾上了这种味道。看来这件衣服不能要了。江雪知道我是真的不怕她，还是嘴硬的放出狠话威胁我：“等着，等我回总部向我爸告状，到时候有你好看。”我勾了勾唇，蹲下回应：“你真是好大的本事！不如这样，也别等回总部了，不如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吧。”江雪慌了，结结巴巴地开口：“你以为我爸和你一样是个闲人啊？打电话要是打扰到他谈合作，这损失你赔得起吗？”我哦了一声，接着说：“发微信也行，就算再忙，肯定也有看信息的时间吧？怎么，不会是你不敢吧？还是说你根本不知道老总的联系方式，而你千金的身份也是假的？”我说完后，江雪的身体明显的颤抖了一下，看样子是谎言被戳破后吓到了。你胡说什么？我不是集团千金，难不成还是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啊？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但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得，又开始哭起来，装绿茶博同情了。同事看到江雪哭了，自然而然地认为全是我的错。他们说江雪心地善良，不和我计较，还说我欺人太甚。我懒得跟这群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掰扯，回到工位上给老爸发了消息：“爸，这2天你有没有空来我这里一趟？”女儿奴的爸爸秒回：“好嘞。”我看着在江雪身边围着转的一大群人冷笑：“别急，她被捧得越高，摔得才会越惨。现在公司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江雪就是集团千金，而我是得罪了江雪马上要被开除的实习生。来公司的这几个月，我感受到了人间百态，人心冷暖，
江雪在大家的奉承下，工作也不做了，班也不上了，天天来到公司后都是泡茶、追剧，有事没事就耍威风对人，怕是装得太久，把自己都骗了过去。当江雪再一次的仗着自己集团千金的身份欺侮上周才来的实习生时，我默默地拿出手机把画面录了下来。眼看时机已到，我登上小号，默默地在社交平台上编辑好，点了发送键，连同在卫生间的那次音频和视频我同时发送。江雪，你无路可退了。2则帖子在网络上瞬间发酵，办公室潜规则好恶心呐！靠实力上位不行吗？非要出卖自己的肉体，就是，还欺负新人，最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的人了，真不要脸！要是我的女儿这样，我恨不得当初就没生过她。公司怎么还不把她开除？等什么呢？听说她是集团千金，怎么可能会让他走啊？有靠山就是好啊，不像我们普通人，受了气也只能忍气吞声。网上的舆论愈演愈烈，有人找出江雪所有社交平台的账号，在他的账号下面疯狂谩骂，网友顺藤摸瓜，扒出公司名字准备谴责时，公司当即发出了声明，江雪并非集团千金，并因其对本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已对其进行辞退处置。江雪被辞退了，自己的假身份也瞒不住了。之前捧过他臭脚的人纷纷觉得自己被骗，现在一看到江雪就对他冷嘲热讽，还有人把他之前的职场霸凌的事晒了出来。江雪离职时走得很不体面，现在也进了行业黑名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录取一个声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进公司了。网友对江雪的处置结果表示解气。既然江雪不是集团千金，那么真千金究竟是谁？这让同事们捉摸不透。这次的舆论事件中，陈胜明也摆脱不了干系。可是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只在头条上挂了几个小时就不见了。我猜的果然没错，陈胜明之所以敢随意克扣员工工资，还有恃无恐的潜规则女同事，背后肯定有靠山。他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殊不知在和王总谈合同的酒局上那次，王总说漏了嘴，把陈胜明的舅舅是集团总经理的事情说了出来。陈胜明的舅舅我有印象，去年因为他的主观臆断导致某个小项目招标失败的事，我记忆犹新。没想到不仅他蠢，他的侄子也是个又蠢又坏的，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还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人发现啊。视频我是匿名加密发送的，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发帖人是谁。江雪走了，陈胜明可闲不下来，又开始去骚扰其他小姑娘。每次我去办公室时，他总是趁机揩油，但都被我打回去了，真是死性不改。今天我刚进办公室，他就从背后抱住了我，想要扯我的衣服。我拿着文件夹直接砸到了他的脸上，文件夹是金属制作的，陈胜明的头上被砸了个血窟窿。他抱着头，气急败坏地对我放狠话：沈瑶，你完了，我要辞退你，还要把你拉进行业黑名单，让所有人都不要你。你的威胁对我毫无用处。我挑了挑眉，俯身拍了拍他的脸：是吗？那我拭目以待。他当然不可能得逞，因为我爸来了，刚好撞见了这一幕。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大老远的我就听到了我爸气沉丹田的雄浑的声音。没错，我倒要看看是谁欺负我的女儿。这下不仅陈胜明傻了，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傻眼了。毕竟谁会想到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居然是集团千金啊！
我可没工夫去看他们异彩纷呈的表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逼陈胜明交出那个黑名单文件。出卖员工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他自己作死，不要拉我的公司下水。要是因为他一个人坏了整个公司的名誉，我跟他没完。与此同时，陈胜明的舅舅给他打来了电话：胜明啊，你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被辞退了？最大的靠山倒了，现在的陈胜明可是一张底牌都没有了。陈胜明以为他一直不交出黑名单，他就拿捏住我了，我就不会拿他怎么样。天真！我扯住陈胜明的衣领，又踹了他一脚。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想交就去跟警察喝茶去吧。陈胜明没想到我会做得这么绝，现在后悔没早点把名单交出来了。晚了，有什么话去局子里唠吧，我没心思再听了。最后，陈胜明因为性骚扰和出卖员工信息，触犯法律而坐了牢。他的舅舅被查出私吞公账、做假账、偷税，牵连一整个团队的人都被判刑，只能说是他们自作自受。在这之后，公司从上到下又重新肃清了一遍，抓出了不少像陈胜明和江雪这样的臭老鼠。我回到总部后，又重新修订了员工手册和上班规定，要求不允许出现无薪加班、恃强凌弱、办公室潜规则等，如若发现，直接开除。还把实习生的实习转正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了3个月，也不允许上司无故拖欠薪酬和辞退员工。公司重新整顿后，在我的新规定下欣欣向荣，蛀虫出现的很少了。我在实习时，小宁勤勤恳恳，为人和善，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像那些墙头草一样随风倒，而是有自己的原则。我把他提拔到了原先陈胜明的位置。有员工想去巴结小宁，给他送礼，全被小宁拿话刺了回去。我在上面管着管理层，小宁在下面替我管理员工，我很放心。或许陈胜明和江雪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到一个实习生的手上。我始终认为，员工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一个打工人。如果随意欺压，不给他们人权，那么员工自然也不会对公司会有归属感。经过这件事后，我又调整了福利政策，节假日带薪休假，不调休，不扣工资。放假就是让员工休息的，产假、孕假、病假，只要核实全都批。员工身体好了，心情好了，才会给公司增加更多绩效。在我接管公司的第3年，公司业绩突飞猛进，股价上涨飞快。没有欺压霸凌的事情出现后，员工也乐意为公司卖命。看吧，就和那句话一样，只有将心比心，路才能走得更加长远。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